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死亡连接》，也叫做《死亡边缘》。4个人物可以选择，分别是菲利普、詹姆斯、埃迪和加里。4个人物的主要区别就是风衣的颜色不一样。这款游戏的背景是4位侦探打击黑手党的故事。现在是第1关，刚才的片头也写到是7月14日，主人公一行来到了钻石皇后酒店，因为听说黑手党的 BOSS 尼洛西亚住在这里，捡到了散弹枪。枪的话有几种，散弹枪，还有冲锋枪以及强力的手枪。屏幕的左上角呢是咱们的血条，已经掉血了。这里 BOSS 跑了，但是抓住了 BOSS 的会计文森特，从他这里呢获取到了交易地点的情报，所以说咱们来到了第2关垃圾场。这款游戏在操作方面有点特别，因为它有一个辅助瞄准的系统。当你向一个方向开枪的时候，它会自动把枪口偏向敌人的方向。但如果敌人是移动的话，就很难瞄准了。所以说这个系统呢，你最好是等敌人不动的时候再用。屏幕上的一些爆炸、燃烧等效果，咱们碰到呢只会有硬直，不会掉血。和敌人碰撞也是一样。这关咱们需要打35个人吧？每关需要打的人呢，在关卡的开始都会有显示。我总算是把血量加满，近身和他打吧。后面这个敌人还会再出场，但是呢招式会变多。好的，第2关也过关了。这里咱们抓住了 BOSS 的得力助手万比诺。无论是万比诺还是尼洛西亚，好像都来自于意大利语。第3关风铃餐厅，这里是万比诺提供的情报，说 BOSS 呢在这里就餐。这关需要打的人更多，如果在上面限定的时间之内把人清完的话，是有奖励分数的。屏幕上可以破坏的场景非常的多，很多地方呢能够打出血量加分或者是枪支。操作键呢只有2个，一个是枪，一个是翻滚。翻滚不配合方向的话呢，那就是原地的趴下，可以躲子弹。又是 BOSS 战了。BOSS 倒下的时候扔出来的枪是有攻击力的。哎，过来扑我！扑人的话就是他要没有血了，开启了僵尸模式。这里的剧情呢，万比诺提供的情报是假的，导致主人公一行人被抓了，并且要被送回这个黑手党的总部。不过呢，在路上，一位刑警救了主人公一行。这个刑警呢叫做安迪，是主人公们刑事部门的朋友，但是看起来好像是中弹了。这个场景第一次出现了楼上，还有房间，这些房间呢也是可以进的。
游戏其实主要考验的就是玩家的反应，还有如何利用这些掩体。散弹枪真好用啊，打的话一炸一片。我好像被砍了一刀啊，好在有血。因为人物的贴图比较小，所以说同屏的敌人数可以非常多。上楼，结果那2个货跑了。这款游戏的判定呢不是那么严格，有的时候敌方的子弹或者我方的子弹会从非常匪夷所思的角度射出来。马上要 BOSS 战了。3个，我藏在了房间里边，好，就在这儿和他们打就可以了。隔着掩体呢，还可以使用近身攻击，所以说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BOSS 级和精英怪都非常抗打。这样主人公一行获救了，但是安迪牺牲了。安迪牺牲之前呢，给了主人公们一个情报，是黑手党的秘密仓库的位置。这里第5关，咱们就来到了这个仓库。我特殊枪的子弹用光了，触发了一个陷阱。这款游戏因为是一个半俯视的视角吧，所以说很多子弹呢，你感觉它打到你了，结果它穿过去了。有的时候呢，你又觉得这个子弹打不到你，结果呢还中弹了。再加上游戏的辅助瞄准系统，所以说你就感觉这个枪啊，你始终是瞄不准。还是这种机枪射得快啊！瞄不准其实不应该，因为射击游戏玩的越多，应该越有经验，射的越应该准。这里呢，咱们藏在这个房间里，因为对面呢一共有3个人，而且火力都很猛。刚才在房间里干掉了1个。和他们仨拼命的话，肯定是打不过的。这扇门啊，都要打碎了。掩体被打碎之后呢，就失去了掩体的效果。好，清干净了。这些矮的箱子呢，你可以近身状态下按跳跃键。就是闪避键，可以踢箱子，能打出东西。咱们在仓库里找到了一张派对邀请，是一个花园派对。这样第6关，咱们就来到了这个派对。这个场景呢，右上角的这个雕像应该是比较硬的。但是我现在有道具在手，火力就比较猛，所以说就站在场地的中间。因为距离远的话，瞄人不太好瞄，有的时候你开枪之后呢，敌人走了就打不到了。我们现在血量又满，这个状态还是比较好。哦，上来好多人。还剩10几个人了，基本上就是最后一波，然后就上 BOSS。这关血量打出很多，因为后2关的难度是比较高的，所
所以说这关的话，给玩家休整一下。BOSS 战了，这个掩体被打碎了，消灭了一个。我中了一枪吧，2枪。AI 出手也是太快了，有的子弹我感觉根本没法躲。干掉了很多黑手党的头目，但是呢 ，BOSS 和一个叫费扎里的家伙逃跑了。然后呢，这个费扎里就想要做污点证人，但是呢，主人公们拒绝了他。所以说，在街头的这个公园的地点就又爆发了枪战。这也是游戏的倒数第2关，难度已经比较高了。这关没什么值得信赖的掩体，那个电话亭还可以。但是如果你在关卡的流程当中把这个电话亭的废掉了，打 BOSS 的时候你就没地儿躲了。这个公园呢叫做中央公园，所以说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我经常想起2部电影，一个是《美国往事》，一个是《教父》。整个游戏的风格，还有交代背景故事的方式，也非常有电影的特色。这关敌人出来的多呀，每一波都7、8个，所以说虽然需要打60个人左右，但是打的还是比较快的。哎，这个血刚没我就中了一枪。对面是一个扫射呀，而且我感觉他是在屏幕之外，没反应过来啊。已经是第7关了，所以说这个血量很难保持满了。这小胖子需要打2枪，最后3个了，肯定又是 BOSS 战。电话亭里打出一个血，但是不敢吃啊，对面的火力太猛了。我争取呢，先把这个小精英怪清掉。哦，这个 BOSS 的火力，我的天！我感觉远程有点打不过他。看能不能摸个近身啊？哎，他主动过来了。哎。近身的话，他也有攻击方式，他可以把枪扔出来砸我。好的，干掉了，我大概损失了1/3的血吧。这样干掉了费扎里。敌人呢就只剩尼罗西亚这个 BOSS 了。这里来到了歌剧院，这个歌剧院呢已经废弃了。开场就是 BOSS 战，大家应该记得，这家伙是第2关的 BOSS， 但是呢，这里它是强化版。本关呢有一个安全位吧，我感觉这个地点是比较安全的。上面有血，没加满。下楼吧，安全位呢就是中间柱子这里，可以攻击到咱们的位置只有左边和右边，得卡一个墙角。就是这儿，上面有枪啊！楼上打楼下呢，还是有点费劲的。
因为躲在楼下的墙根，楼上是打不到的。又是一场 BOSS 战，最后一关了。这种小 BOSS 战非常多。哎，挨了一枪，快，赶紧躲起来啊！就躲在这儿，超级安全。但是打敌人呢，这个效率啊要打折扣了。小 BOSS 非常抗打，好像10几枪、20枪才能打死。还上来个挡子弹的，那正好啊，一起射2个。这边那个家伙还没挂。我打了他不止20枪了，我感觉闪光了啊！冲上来了，要扑我。好，那这款游戏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名字啊，叫做《死亡连接》，或者呢叫做《死亡边缘》。游戏有一点冷门，但是真的是很好玩。上面有枪拿，我连续的给血啊！敌人还差30个。我的血量没满，继续藏起来啊！这个位置呢，咱们离他扑一下就能够扑到后面就可以。又是墙角，好 ，BOSS 战。这回这3个 BOSS 上一关打的。看这里有一个安全位，然后呢，从墙里面使用枪托打他们，他一个有点够不到。红色的敌人呢，也是会近身攻击的。这个枪捡了。最后一波小怪了，上楼啊！楼下冲过来2辆车，BOSS 战，这是最终 BOSS 了。时间还剩90多秒，够用。咱们先在这里呢把它解决掉，然后再去卡墙角。刚刚我们2个谁也打不中谁啊！可以，还差1个了。这位置好像不太好啊。哎，我挨了一枪，调整一下位置吧。注意他倒地的时候扔出来的枪呢是有攻击判定的。好了，解决，这样就通关了。那剧情方面呢，咱们干掉的只是一个替身，是个诱饵。但是枪响的时候呢，米洛西亚就倒下了。开枪的呢是安迪的未婚妻。那好吧，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死亡边缘》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